是陷车了，陷住了，现在啊，这个雪真的好厚。终于等到了好消息，我们再次出发，途经蒙古国，进入俄罗斯。这条不被看好的冬季自驾极寒之路的行程，全程约1万公里，而蒙古国境内仅200余公里，却最为关键。我们2人一车，如果不能顺利入境蒙古国，不能顺利穿越这200多公里，没有手机信号，没有人类聚居点，没有铺装路面的雪原无人区，那后面的俄罗斯之行将就此结束。但是这次出行呢，我们又有一个巨大的挑战，就是昨天晚上下了大雪，现在外面一片白茫茫的。在蒙古国境内的那条路呢，叫做自然路，它都是那个车子压出来的路面，所以说一旦下了大雪，路上车辙的痕迹就会看不见，我们可能会辨不清方向，非常有可能会迷路。接下来咱们去到蒙古国内境内的200多公里路程呢，是没有加油站的，所以我们出境之前呢，一定要把我们的油箱给加满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口岸了啊，内蒙的阿日哈沙特口岸。现在身后呢，就有很多的旅游大巴车，多从蒙古国那边来到中国的旅行团，接着要去找他们呢换一点蒙图。虽然只开200多公里，但是呢中途可能也吃点饭，换了300块，总共是14万1。1周前，我们驾车从内蒙的阿日哈沙特口岸顺利出境，在蒙古国入境时，却因海关系统问题，车辆用途无法录入，只能被遣返回国。经过多方帮助，1周后我们再次尝试。能否成功入境蒙古国，心里依旧忐忑。现在呢，车辆和人已经全部的检查完毕，我们接下来就将第2次出境了。同样的场景，走第2次，心情都不一样了。沉重中又带着一点喜悦，喜悦中带着点期待，期待中带着点忐忑。出国门了，马上又要走上次的程序了。终于检查通过了，又一次来到了这个放行铁门前，开着一辆别人眼中不太行的老路虎，冬季去穿越俄罗斯极寒地区之行，我们已经到达蒙古国境内了。走这条路线呢，也是不被很多人看好的，觉得这条路线上有很多的未知因素，不友好、刁难等等。现在呢，我们这条路已经算是走通了。这次的检查特别的细致，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没有打点啊，没有给任何费用。这次从车顶到车底，从引擎盖到后备箱，然后所有的包包都得打开，一一的检查。然后和我们同一批进入这个蒙古国边检的车辆，其他的车辆我们都没有看到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细致的检查，他们已经早的走了。但是呢，好消息就是已经顺利进入蒙古国境内了，历时2个小时零30分钟。从蒙古国的口岸一出来，我们的手机都已经全部没有信号了，好像没有办法导航。事先经过打听，一进入蒙古国后，路边有一处蒙古包，这也是200多公里中唯一可以吃上饭的地方。你好，这个女主人会说一点点中文撞头了。蒙古包的门特别的矮，我这是第2次进蒙古包，上一次进蒙古包也是被撞了。蒙古包里面既是客厅，又是房间，又是餐厅，天热的时候还有风扇。现在是冬天啊，这里烧的那个煤炉子啊，他们家收拾的非常的井井有条。这家的男主人和女主人也都非常的友善，用仅会的不多的这个汉语聊我们要去哪儿，路上冷不冷，带了什么吃的没有啊？他们还过圣诞节啊，1个月之前是圣诞节。这边烧的是羊啊，羊粪。拍了一下我的鞋子，这个是我在内蒙来买的这个鞋子啊，老板娘估计觉得还挺好看。多少钱呢？500。这不多啊，里头放了羊肉。它是先在锅里面把它焖熟的，和我所有见过的炒面当中不一样。哇，这一碗还多实在啊！这个是我们带来的一个叫香辣虾，老板娘试一下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它这个炒面有点干，但是用料那是真实在，里面有好多的羊肉。2万人民币的话是44块钱。就把这个辣椒，其实是虾啊。这个你拿着，拿着。拜拜。现在我们吃完饭出来已经2点多了，我们才从蒙古国境内才开了可能10多公里。今天我觉得肯定是大概率应该是开不到俄罗斯了。随着行程的深入，刚开始还清晰可见的土路痕迹，已经逐渐深埋于大雪之下。没有导航，没有救援，没有补给，如何顺利穿越蒙古国200公里无人区，我们的心都悬了起来。在夏天的时候，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
我们现在从中国进入蒙古国，已经走了几十公里了。这一路上，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村子，全部都是雪原。现在我们路过了一群羊，他们的主人在旁边骑着马放牧。塞班诺，咱们内蒙这边的牧民很多都是骑着摩托车去放牧，有一些呢是开着车放牧。蒙古国这边的，他们这个地广人稀，真正的牧区啊，去到城市是非常远的，也是非常不方便的。所以他们你一个摩托车的话，可能经常骑也不那么方便加油，所以很多都是骑着马去放牧的。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在那一条在地图上的那种路线图上面哈，但是到这边来了，车辙印都已经不是特别的明显，然后我们就只能看着这个地图的一个大概方向，朝这个方向走就行了。雪地上车辙痕迹的消失，往往是危机到来的前兆。这段没有路了，陷住了。看这雪，好厚。我们就是从这后面一路开进来的，然后越往前走，雪越深。看咱们现在的环境啊，四周全是白茫茫的一片，看不见牧民。在这个地方陷车了，咱们的绞盘都没有锚点啊，绞盘都帮不了我们脱困。此刻已是黄昏，天很快要黑了，且我们已偏离地图上的路线，深陷雪地里，没有任何求助他人的机会。如不尽快脱困，情况非常不妙。这如果出不去的话，我们就得在这儿困一宿了。哇，这个雪真的好厚，看这雪有多厚，比半个轮胎还厚。哎呀，铲了下雪，然后再试试。脱困了！牛师傅，牛出来了！这就是靠排量大，雪确实挺厚，40多公分吧。然后油门一定要给足，把它给使劲儿给冲出来了。对，扭力知道吗？排量大就是有这个好。我现在脚底下这个路才十几厘米的雪，然后那边呢往前面走了不到10米，突然就加深到40多厘米了。所以说这个陷车就是突然在一瞬间啊，看我这身后哪里有路的痕迹啊，根本找不着路啊。所以说这个陷车，只要你失去了路的轨迹，陷车它就是一个必然。不过好在咱们已经脱困了，冻得鼻子脸通红啊，太冷了，上车。刚我的手戴着手套啊，在底下铲了一下雪，可能也就10来分钟吧，这几个手指头已经冻得发疼，没有知觉了，冻得发疼。这还是生平第一次。天色渐暗，茫茫雪原上，我们能否寻找到安全的停车处？第2日是否能走出蒙古国200公里无人区，顺利进入俄罗斯呢？穿越极寒之路还在继续。